从小我就发誓，这辈子不嫁医生和警察。看完这本书之后，又多了一个职业不嫁——极地猎人。Hello guys， 我是 Neko 五喵，欢迎回来我的说书时间五喵。有一句谚语是这么说的：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克里斯汀安在1934年放下了在德国的一切，包含她女儿，追随她的老公去了北极。这一去就是去了1年。在北极的生活不只是寒冷这么简单，我们习以为常的文明，那里连生火都是个考验就算了，没有蔬菜，没有水源，想吃肉只有海豹和海鸥可以吃，或者等路过的北极熊。他们居然吃北极熊，这些都算了，重点是没有网路。1934年的通讯都是靠电报，在北极更是夸张的与世隔绝。这本书就是克里斯汀安写下他在北极度过的那些日子。其实整体阅读感受很轻松，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喜欢看 vlog 的人，这就是文字版的旅行日记。不但巨细靡遗描述他们如何吃掉一只海豹，善用它的肝脏和肉来获取维他命，更记录下他一个人度过永夜的心情，和途中看见北极变化的风景，点点滴滴都被他形容的超级美。认真说，某些片段独立出来真的很像散文诗集。现在人不这么说话，也不这么写作了。可能有些人会怀疑，为什么要看别人的旅行日记？一来是北极这种地方，这辈子打死我都不会想去；二来是经历了这些极地冒险之后，人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感受和体验。举例来说，我印象最深的一段是她一个人在小屋里度过的暴风雪。她老公和朋友出外打猎，丢她一个人在家度过永夜。第一天暴风雪，她胡思乱想的，害怕屋顶被掀掉。哪知道这一夜过去之后，打开门迎接她的是一堵雪墙，只留下一丝丝的缝隙看见外面。之后就是无止境的铲雪日常，只因为她希望她老公与友人回来的时候能够顺利找到回家的路。我觉得除了跟大自然对抗以外，最可怕的还是跟自己的心魔对抗，跟寂寞和孤单学会独处。没试过真的不会知道。下次你们可以试试看，一整天不跟别人说话，待在黑暗的房间里，不到30分钟就会渴望拿出手机了。因为人真的很需要跟别人互动，哪怕就算只是看 YouTube， 有听到人声，都会跟完全没有任何互动的极境有很大的不一样。后来3个人被困在狩猎小屋里，几乎要断粮绝缘的时候，她甚至得到了梦游症，逼得她老公和她朋友得轮流看守她，以免她走出小屋被熊吃掉，或者被暴风卷走。即便这样，她在书里还是写下满满对极地的念念不忘。这不够勇敢还真做不到，要是我打死不会回去了。我也喜欢书中他跟狐狸互动的一段，由于猎人的收入之一就是狐皮，所以他们会在猎人小屋附近丢一些狐狸喜欢的小东西。老狐狸太聪明了，不会踏进猎人的陷阱，但没经验的小狐狸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咯。由于小狐狸的皮还没长好，所以猎人就会类似用放养的方式，让狐狸在屋子周边跑来跑去，养成信任之后再杀掉。身为人类的我，此时此刻真的感觉到好羞耻。但其中有一只全白的雪狐，他们给了它米可这个名字。从第一天看到米可，克里斯汀就爱上他了，不断的在求老公放过米可，直到米可真的被夹在捕兽夹里面，克里斯汀私自放掉他。他的好友笑着说，反正米可的皮不好看，但米可会成为最聪明活最久的狐狸。米可逃出捕兽夹后，再也不信任人类，在书里也再没出现过这只小狐狸了。直到这一刻之前，我真的很喜欢他们之间的互动。虽然我也很想问，为什么不直接带维他命锭或是其他的营养补充品，一定非得要用动物肉品来补充？但我想那个年代根本就还没有维他命 C 冲泡饮这种东西，更何况那还是个在打仗的年代，猎人又不像科学探险队一样，因此为了活下去，就有很多的必要牺牲。话虽如此，他们还是会有禁猎令，像是某些濒临绝种的动物，他们还是不会吃的。当1年后他们得回到文明世界时，克里斯汀才发现，
过去的这一年，他只想着如何活下去。很多大大小小我们日常觉得烦恼的事情，他在过去这一年想都没想过。人际关系、投资困扰、恋爱问题，放在生死之前都变得一文不值。看到这里，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会有人喜欢挑战极地生活，就算只能吃干巴巴的海豹肉，能够不处理这些烦人的日常琐事，不正是我们最希望的吗？一个女人在北极，她被翻译成7个语言，并且生动地记录了各种北极的生活。来自100年前的书，写下100年前的北极。其实里面很多哲学道理的灵光一现，而且文字优美，很适合在通勤或下课时间看个一小段，属于那种没有负担、单纯享受文字美感的书籍。偷偷说，编辑给这个作者的昵称是极地三毛，首次登台，还不去书局翻翻看吗？最后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用订阅代替掌声，或者在下方帮我按个喜欢。我是 Neko 乌喵，每个星期二晚上8点会在这里与你分享一本好书。礼拜4跟礼拜6会有我的日常 vlog 废片，如果你能来多点阅看看，我也会非常感谢你的。那么我们就下周2晚上再见，大家拜拜。我开始行走，因为我命令自己前进，但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行走。我轻盈的像个空气，在罕见闪着光的地面上没有我的影子，而在坚硬如瓷的吹雪上，我也没有留下任何足迹。就这样，我近乎无意识地走着，没有任何我手捻的存在可作为依据，就这么走过莫大的孤独，走过没有影子的微光黄昏，走过永恒凝定不动的寂静。See， 现代人不这么说话了。